围绝经期的代谢分水岭，很多人都看错了。每一个女性的同学都有一天要走到更年期，更年期之后，你的身体的代谢状况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改变。第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的雌激素开始不稳定了。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进入这个通道了。你的雌激素比较错乱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的代谢就已经开始出现很多的变化了。然后这个时间继续往下走，你的雌激素越来越少，本来你身体有很多很多的代谢方面的特征呢，是被雌激素保护的。这个时候这种保护呢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其实所有的女性同学们都应该要学习这方面的课。围绝经期真正的代谢分水岭是什么？是胰岛素。我们来讲讲今天的内容啊。我遇到很多很多的同学，在人生的这个阶段里面，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代谢状态出现变化了，突然发现自己长斑块了，突然发现自己血糖不稳定了，突然发现自己血压变高，突然发现自己肥胖不受控制了。突然这两个字是很突出的，因为雌激素给你的保护突然之间下降了。所以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觉，你就非常有可能刚刚好站在一个很关键可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个代谢的节点上面呢，你的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啊，悄悄的在发生变化。所以如果你还离围绝经期比较远的女性同学，我劝大家趁着这个时期还没有到的时候，先把你的动态血糖图形啊，在你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之前，就已经把它调整到非常非常平稳的状态。我跟你说，你会非常非常顺利的进入围绝经期，你的健康跟你的代谢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尽管你过去没有做到，从现在开始做都还是来得及的。在这个阶段，长期被误用的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空腹血糖。你可以长期空腹血糖都是正常的，即使你进入了围绝经期，你的空腹血糖一直都很漂亮。可是在你的生理层面呢，你的血糖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的背后，往往是有胰岛素在参与的。你不只是看你的空腹血糖很正常，尤其是餐后血糖。如果你的餐后血糖很正常，很多人就往往就失去了警觉性了。但是餐后血糖正常，就是因为你身体制造了足够多的胰岛素，才能够使得你的餐后血糖正常的。你要了解一个科学事实，就是在进入围绝经期的时候，你身体的激素制造节律就会开始错乱，量就慢慢开始下降，你身体细胞的胰岛素敏感度会下降的。这个科学知识你要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以前吃一样多的碳水化合物，你身体只需要制造少量的胰岛素出来，就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了。现在你细胞的敏感度下降了以后，你吃一样多的碳水化合物，你身体需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了。你的雌激素降得越低，你细胞对胰岛素敏感度就下降得越厉害，那你身体制造胰岛素就会越多。胰岛素多才是你代谢健康的分水岭，这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所以在围绝经期以前，女性的胰岛素敏感度比男性好的很多呀，主要就是因为雌激素长期的保护的原因啊。雌激素呢，它本身就可以提高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它把葡萄糖送到肌肉细胞里面去相当顺利，它减少胰岛素分泌的需求，然后呢让能量更容易的被用掉，而不是把它储存成脂肪了。而围绝经期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呢，并不是单纯的雌激素一下子变低了，而是它忽高忽低，失去了节律了。所以具体的后果就是同样吃一顿饭，有的时候没事，有的时候反应很大，胰岛素分泌变得不可预测了，你的身体啊就越来越倾向于保能量，因为身体要自我保护嘛。保能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身体的脂肪变多了，就是保能量了。这个不是身体变坏了，就是身体慢慢的进入了一个保护模式了。那么要进入围绝经期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解决代谢问题的目标不是把血糖压得越低越好，不是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让身体用更少的胰岛素来完成这个任务，让身体尽可能的减少对胰岛素的需求，有可能就会要求你在饮食上做出一些调整的。因为你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如果吃的跟以前一样多的话，你身体需要用比以前多很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处理这些葡萄糖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吃的越少越好，不是的，是你碳水化合物的热量需要减少，然后呢脂肪的热量需要增加，因为你身体还是需要能量的。你身体要不然就是燃烧葡萄糖，要不然就是燃烧脂肪的。你把葡萄糖的热量减掉了以后，如果你不把脂肪加上去，你让它燃烧什么呢？ OK。 但是很多女性朋友一发现自己状态不好了，这边稍微长多一点点脂肪了，
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再少吃一点。我跟你们说啊，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长期的吃的太少，长期的热量不足啊，会让胰岛素的问题更严重啊，更复杂的。能量不足的时候，压力就会上升的。那么压力激素上升了以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那个时候你脂肪更难调动出来，所以刻意的压低食物的摄入不是好的策略。围绝经期饮食的关键不走极端，但是呢，重要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胰岛素刺激。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具体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减少高频进食，不要一天吃5、6回，一天吃3餐。如果说你真的可以做到让脂肪供能的话，一天吃2餐，吃东西的频次下降，胰岛素安静了。第二个，避免高糖、高精致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反复的刺激最不利。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饿自己来对抗代谢的问题了，饿自己对抗代谢问题，你永远赢不了。再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肌肉了，肌肉是胰岛素最重要的一个缓冲器，因为身体的肌肉是最大的葡萄糖的使用者了，所以你肌肉越多的话，胰岛素完成它的任务就越轻松，只要一点点胰岛素就可以了。所以在围绝经期之前，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开始做锻炼，不一定要增加你的肌肉，最起码能够维持你的肌肉，因为雌激素慢慢下降的时候会影响你的肌肉量的，所以你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之前就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肌肉，对你围绝经期的时候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帮助会很大的。再来一个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啊，在高压力的状态下是修复不好的，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情绪绷得很紧，如果你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低能量的摄入，你的身体每天都在高压力的情况底下，我告诉你，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半点好处都没有，反而可能有害。围绝经期真正的代谢分水岭不在血糖，在胰岛素。有什么样的方法让你最容易判断？说那不看血糖看什么呢？你自己在家里面又测不到胰岛素呢？各位，动态血糖仪，把动态血糖仪带上，看24个小时的图形。只要你24个小时的图形不是在一个山峰状的状态下波动，它只要是在一个小海浪的状态底下波动，我告诉你，你身体对胰岛素的依赖就大幅度的降低了，你呢就相当的安全了。